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首先，这条是西南航空计划向其飞行员提供减少的工作时间，以应对波音飞机交付延迟造成的成本上升和人员过剩问题。此举不会导致裁员，而是符合联邦航空管理局的规定，以便在需要时灵活恢复运营。接下来，美国股市周五大幅上涨，受益于苹果公司 AAPL 超预期的收益提振市场情绪，以及一份低于预期的就业报告，重新激发对美联储可能比预期更早降息的压注。我们来看一下，埃克森美孚斥资600亿美元收购先锋自然资源公司后，预计需要18至24个月整合生产协同效应。该收购使埃克森美孚在二叠纪盆地的产量增加1倍以上，达到每天约130万桶油气当量，并预计到2027年额外增加70万桶。接下来，随着传统投资者通过美国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 进入数字资产领域，比特币似乎更符合其传统观点。让我们关注 X 已使用马斯克的 Grok AI， 通过一个新功能为其探索页面中的个性化热门故事生成摘要。X Premium 订阅用户可在探索页面的为你推荐选项卡中阅读与每条热门故事相关的 X 帖子摘要。接下来这条，安进公司宣布其肥胖可注射 GLP-1 药物 MariTide 获得正面试验结果，股价周五上涨逾 13%。 其潜在竞争对手包括诺和诺德的 Wegovy 和礼来的 Zepbound。 诺和诺德和礼来股价分别下跌 1% 和 3%。 安进公司宣布放弃开发肥胖药片，并开始探索使用同一药物治疗糖尿病患者。其他医药巨头也在积极开发治疗肥胖症和糖尿病的药物，竞争日趋激烈。请看下面这条， Reddit 联合创始人兼 CEO Hoffman 持有6240万股 A 类股票，占该类别股份的 61.5%， 包括行权和 B 类股转 A 类股的权利。我们来看一下经济数据冲突。美联储加息决定难以预测，给华尔街交易员带来损失。尽管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发表支持性言论，但就业数据疲软，引发市场波动。接下来这条，黑石收到对冲基金经理魏因斯坦攻击，指控其基金定价失真，损失投资者数十亿美元。黑石认为魏因斯坦的动机是自肥，双方在股东大会上展开权力斗争。请看下面这条，美联储认为 2% 通胀目标对实现价格稳定至关重要。尽管价格压力有所缓解，但通胀仍高于目标水平。美联储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对政策框架进行全面审查，但美联储官员对何时降息尚未达成共识。请看下面这条，本周市场即将迎来多家公司财报发布，包括 Airbnb、优步、华纳兄弟探索频道等。此外，美国政府修改了电动汽车税收抵免规则，以鼓励更多美国人购买电动汽车。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证监会指控特朗普媒体公司聘请仅37天的审计公司 BF Burgers 存在大规模欺诈行为，导致永久竞业，罚款1400万美元。该公司此前已更换多家审计公司。下一条，芝加哥联储主席古尔斯比建议，美联储应在点阵图中补充决策者的经济预期，以提高其透明度。目前的点阵图仅显示利率路径，缺乏经济背景，无法反映不同政策选择背后的经济考量。接下来，2年后，花旗银行交易员的失手操作导致欧洲股市短暂暴跌。花旗银行表示，当局正在对此事展开调查。接下来这条，沃伦·巴菲特是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投资者，也是最成功的投资者之一。其旗下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从1965年成立到2023年，复合年回报率达到 19.8%， 几乎是同期标准普尔500指数 10.2% 的2倍。我们来看一下，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在第2季度收益电话会议上透露，苹果计划继续采用混合方式来推进人工智能，涉及的设备将不仅限于 iPhone。 该公司认为人工智能是其绝大多数产品线的一大机遇，并对其在未来几周内公布更多信息表示乐观。接下来，巴菲特伯克希尔哈撒韦年度股东大会将于周6举行，数万投资者
将齐聚一堂，但今年大会将缺少关键人物查理·芒格。他的缺席将为股东深入了解伯克希尔其他高管创造空间。最后为您播报的是，印度外长谴责拜登，指责印度仇外心理阻碍经济增长。印度外长表示，印度经济蓬勃发展。印度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